你敢相信吗？人类连月球都踩过了，但对海洋的了解却还不到5%。你脚下其实藏着一个比外太空还陌生的世界。今天我就带你去看看地球最深的地方到底藏着什么。你可以先在心里打个赌，你觉得自己能撑到多少米？先别紧张，刚开始其实还挺温柔的，没你想的那么吓人。咱们从海面一头扎下去，很快就会进入透光层。说白了，这一层光是够的，看起来跟你平时想象的海差不多，甚至还有点好看。你现在呼吸的氧气有1半以上都来自海里那些你根本看不见的浮游植物。在比较浅的地方，大概30米左右，你会看到一整片海底森林。但你别激动，那不是树，是海藻。再往下就是珊瑚的地盘了。你千万别被它们那种五颜六色的样子骗了，这些看起来像石头的东西其实全是活的动物，而且跟水母还是亲戚。整片珊瑚礁是无数个小珊瑚虫一点一点堆出来的，很多鱼一辈子都待在这里，比如小丑鱼、蝴蝶鱼。乍一看这地方还挺像个乐园，对吧？颜色好看，还挺热闹。但你要是稍微懂一点，我跟你说，这味道立马就不一样了。这地方本质上就是个全年无休、24小时开门的猎场。说真的，一点都不浪漫。因为光多，东西多，那盯着吃的也多。鸟会下来，海豹也会下来，逮着就是狠狠干一顿。所以很多鱼压根不是在这儿生活，就是来蹭饭的，吃完赶紧溜。真正能长期在这儿混的，基本都是狠角色，像金枪鱼这种游得特别快的。慢一点的呢，我说句难听的，基本都已经被吃没了。继续往下，大概60-70米，你会遇到帝王蟹。这玩意儿怎么说呢？又大又好抓，属于那种谁看见都想来一口的。人类爱吃，海獭爱吃，章鱼也爱吃。再往下，你会看到天鹅绒蟹。这小东西还挺有意思的，它不老老实实横着爬，是靠拍打腹部在水里游，动作还挺灵活。但它有个特点，特别宅，基本一辈子就在自己家门口晃，很少跑远。到了120米，你会看到一个有点诡异的东西，沉船，不列颠尼克号，泰坦尼克的姊妹船，就躺在这儿。而且你别说，它保存的反而比泰坦尼克还完整一点。其实很多沉船根本到不了更深的地方，早就卡在浅海了。这艘5万多吨的巨轮1916年沉的，就在爱琴海底躺着，一直没动过。这个深度，说实话，对潜水者来说还算是能摸到的范围。咱们再往下看看还有啥。130米，差不多相当于一座金字塔那么高，经常有海狮游来游去。150米，是绿海龟最喜欢待的地方。180米就能看到奇怪的东西了。黄带鱼登场，这玩意儿又长又扁，最长能超过10米，看着就跟一条银色的海蛇一样。很多人觉得海怪原型就是它，其实它平时吃的也就是磷虾和浮游生物。到这儿你可能会有一种错觉，深海好像也没那么恐怖。但我先给你打个预防针，接下来画风要变了。下潜到200米，光线开始明显变暗，你正式进入黄昏区。这时候这个世界已经开始不像你平时想的那种海了。再往下一点，颜色开始消失，整个世界慢慢变灰。真正离谱的不是这里有多暗，而是人类曾经真的相信再往下什么都没有了。结果后来才发现，不是低估了环境，是高估了自己对生命的理解。绝大多数海洋生物全都挤在这一层，而且你很可能会遇到一个老熟人，大白鲨。这家伙速度能飙到每小时40公里，而且你别不信，它隔着好几公里都能闻到血腥味儿。我去，这嗅觉基本就是开了外挂。你千万别觉得遇到它往深处一扎就安全了，这东西有时候也会下潜到上千米。它不追你，不是因为下不去，是因为懒得动。再往下你就很吃力了，因为身体撑不住了。确实有人能靠一口气憋到这个深度，但代价也很直接，身体要承受的压力非常夸张，差不多25个大气压，整个人就像被什么东西往里挤，肺、耳膜、鼻腔全都开始难受。不是有点不舒服，是身体在跟你说差不多得了。到这儿其实已经是一个分界线了，继续下潜靠意志力已经没用了，你人还没放弃，身体先罢工了。300米是普通海豚的极限，330米是人类技术潜水目前的记录。你会发现人类到这儿基本已经到头了，但海洋呢？我跟你说，才刚刚开始。400米左右人类就别逞强了，老老实实坐深海潜水器往下去吧，不然你人还没看到什么就被水压狠狠干了一顿。
先给你整点心理阴影再说。最早那种潜水器，说出来你都觉得有点寒酸。1930年设计的一个球形的铁疙瘩，差不多2吨重，直径也就2米左右，人坐进去基本就是一个状态，动不了，伸不开，想转个身都费劲。这哪像探索深海，这更像把自己主动封进一个铁罐头里。但你别笑，人类第一次真正看到深海，还真就是靠这玩意儿。从那时候开始，人类才慢慢意识到一件事，下面这个世界压根就不是给你准备的。继续往下，光基本就没了，生物的眼睛越来越大。你要是稍微想一下就明白了，它们不是为了好看，是为了多抢一点光。像大眼金枪鱼这种就是典型例子。到这儿你已经能感觉出来，这个世界开始变味儿了，不是你在适应环境，而是环境在逼着所有东西变成另一种形态。再往下500多米，你会遇到一个穿礼服的访客，企鹅。对，就是你印象里那个在冰面上晃来晃去的家伙。帝企鹅能潜到500多米，是目前鸟类里最狠的，而且它在水里比在陆地上灵活太多了，游起来能到每小时14公里，是它走路速度的好几倍。你千万别跟它比，一对比就尴尬了。人家在水里像开倍速，你在水里只能狗刨。再往下你得做点心理建设了。600米，气氛开始不对劲了，马上会出现一些东西，敢接着往下看的我都得给你点个赞。先来个日本蜘蛛蟹，它的身体其实不算大，但腿一展开能到4米。黑暗里那几条腿慢慢伸过来，你脑子第一反应不是哎这是个啥，而是妈呀快跑。要是晚上梦到这一幕，基本上就别想睡个好觉了。再往下700米左右，你会看到一些颜色特别鲜艳的家伙，比如海蛞蝓。你别以为他们是在臭美，在这种地方还这么扎眼，其实就是在放狠话，我不好惹，你别碰。在这里越显眼通常越危险。900米的时候，安康鱼登场了。这东西你看一眼就知道不是什么善茬，一嘴针一样的牙，脸像随便拼出来的。但它最狠的地方还不是长相，是套路。它平时基本不动，就在那儿等。等什么？等你自己送上门。它头顶那根钓竿末端会发光，在一片黑暗里，这点光就像救命信号。小鱼一看有光，过去看看，下一秒被吞了。你现在嘴上可能会说我肯定不会上当，但我跟你说，大多数生物都是这么消失的。下面还有什么呢？1000米，你会遇到一个传说级选手，大王乌贼。这东西有多离谱？最重能到500多公斤，最长接近14米，差不多就是一辆公交车在水里飘。但更离谱的是，几乎没人真正拍到它活着的样子，大多数信息都来自捞上来的尸体。咱们连它活着的时候到底是什么状态都搞不清楚，这么多年了，也不知道是真没办法，还是故意防着咱们。而且这里有个更诡异的规律，越往深东西越大，这叫深海巨型化。简单说，就是这些无脊椎动物潜得越深，长得越离谱。最常见的解释是深海太冷，新陈代谢慢，寿命更长，于是慢慢长成了加大码。你可以对比一下，比它前几百米的红宝乌贼也就1米多，再往上普通乌贼30厘米都不到。所以很多人一直在猜，海里可能还有更大的东西，只是咱们没见过。你信不信，那就看你自己了。如果你刚才还觉得这些指示有点怪，那接下来这一段可能会让你彻底改观。继续往下，咱们就到了一个听名字就不太友好的区域——午夜区。从1000米一直延伸到4000米，这里已经没有阳光了，不是暗，是彻底没有。你唯一能看到的光是生物自己发出来的，而且它们发光不是为了好看，是为了捕猎，或者是为了不被发现。有一种操作挺鸡贼的，让自己发出的光跟背景亮度差不多，这样反而更隐形。还好没让咱们碰上，这已经不是普通生物了，这是玩策略的。再往下到了2000米左右，你会看到一种完全不讲道理的东西，热液喷口。海底裂开一道口子，从里面喷出来的水温度能飙到300多度。按理说这种地方应该是生命禁区，但偏偏有一群生物活得挺好，比如雪人蟹，他们在自己身上养细菌，相当于随身带了个农场，靠这个吃饭，谁也不靠，就靠自己。我真是彻底服了，咱们要是能自给自足，也都不用上学上班了。跟紧我，咱们继续下潜。2400米，你会遇到管眼鱼，它的头是透明的，眼睛在头里面，还能转动。它可以透过自己的头看东西，一边找吃的，一边防敌人。你看着都觉得有点别扭，但在这里，这反而是正常操作。2600米，幽灵鲨出现了，
名字听着吓人，但它的牙齿其实不锋利，更像是用来压碎东西的。2800米，吞噬蛮划了过来。这玩意儿更狠，嘴巴可以张得特别大，能吞下比自己还大的猎物，吞完直接鼓成一个球，慢慢消化。看到这儿你就知道这地方已经开始乱来了。2900米，有个名字听着更吓人的家伙，吸血鬼乌贼，但它其实不吸血，吃的是海洋血，听着挺浪漫对吧？但真相是各种生物的尸体碎屑一点一点从上面飘下来，操，口味太重了，跟屎壳郎有一拼。深海真不好待啊，游戏规则都跟咱们不一样，人类的身份也变了，你不再是探索者，你更像是一个闯进别人地盘的偷窥狂。3000米左右，大部分海洋哺乳动物已经到极限了，但有一种鲸可以潜到接近3公里，还能憋气好几个小时。他们的办法其实挺简单，降低代谢，像开省电模式一样活着，听起来很高级，但本质上就是躺平不动。再往下到3700米，该有的全来了，黑暗、寒冷、压力，一个都跑不了。任何带气体的结构在这种地方都会被压垮，在这里空气反而成了你的弱点。到了3800米，你会看到一个熟悉又有点陌生的东西，泰坦尼克号。对，就是被拍成电影的那一艘。什么甲板啊，音乐啊，还有那些经典剧情，甚至有些人记得最清楚的可能还不是船，是别的东西。但现在你再看它，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它就这么安安静静地躺在3800米的海底，你可能会有点懵，同一个东西怎么能差这么多？它已经在这儿躺了100多年了。当年人类拍着胸口说它永不沉没，结果撞上冰山之后一路沉到了这里。现实就是这么讽刺，人类最擅长的2件事，一个是造东西，一个是高估自己。但咱们不打算停在这儿，下到4000米就算进入深渊带了。这里几乎是极限环境，没有光，没有温度优势，压力还大得离谱，但生命还是在这里活着，而且活得很认真。4300米，小飞象章鱼登场，看着还挺可爱，靠两边像耳朵一样的鳍慢慢游来游去。它们连墨囊都没有，因为这里太黑了，根本不需要烟雾弹。4600米有海猪，它其实是海参的一种，看起来像一团软乎乎的东西。4900米有三脚架鱼，它直接站在海底，等食物飘过来，别的鱼在游，它在躺平。这鱼要是上岸，估计能当反内卷代言人。再往下6000米，终于到了超深渊带，这基本就是海沟的世界了。大多数生物结构都很简单，因为环境太极端，但偶尔也会有一些看起来像外星生物的家伙，比如深海之水母，几亿年几乎没怎么变过。7600米，你来到了马里亚纳海沟的入口，再往下就已经是人类目前能摸到的极限了。1960年，有2个人坐在一个钢制潜水器里，一路往下，过程中窗户都裂了，他们愣是没回头，花了4个多小时才到了海底最深处，挑战者深渊。10916米这个深度，你已经没法用任何建筑去类比了。你只能这么想，把珠穆朗玛峰倒过来塞进海里，还到不了底。想象一下，在那个连钢铁都能被压扁的深渊里，世界是静止的、无声的，而此刻的你远离了黑暗与寒冷，正安安稳稳地躺在床上。今晚就把那些未知留在深处吧，愿这份来自海底的静谧轻轻伴你入眠。这里是小哥睡前科普，我们下个夜晚再见。